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2颗兰花是长生兰，也是迷你型的石斛兰。长生兰是它们的总称，也好像我们说蝴蝶兰那样，它们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名字。这一颗叫做红木田。长生兰是一种原产于日本、韩国、中国的细茎石斛，它也是石斛兰的一种。它跟其他石斛兰一样，都是气生兰。它们的根都喜欢攀附在石头或者是树干上面生长。有些长生兰的叶子是有叶翼的，也就是说，有些品种的长生兰的叶子是有不规则的黄色条纹或者是斑纹。在没有花开的时候，叶子也是有非常高的观赏价值的。长生兰跟其他的石斛兰一样，都是非常容易种植、非常容易开花的石斛兰之一。它非常适合新手种植，就算没有什么经验，都可以把它种好。长生兰的植株非常的矮小，这棵的高度大概就是3寸左右。别看它的植株矮小，开出来的花又多又大。这个是它的名字。我觉得长生兰的名字都是非常奇怪的名字，都是在日本被命名的，所以他们的名字看起来都是日本的名字。长生兰的花大部分都是有香味的，它们的香味都是非常的清香、淡淡的，非常的优雅。长生兰的花的颜色大概为白色、粉红色、粉紫色、黄色，还有深红色。通常都是一边开花一边掉叶子。它的花期是从春天到夏天，每一朵花的花期大概是2个星期左右。长生兰的种植方法很多，可以用陶粒、木炭、珍珠岩、小石头、树皮、水苔，都可以用来种植长生兰。只要是排水性好、通风好的植料都可以。长生兰跟其他石斛兰不一样的地方就是，它对光线的要求没有那么强，明亮的闪光就能满足它对光线的要求了。它对温度的要求也不像一般石斛兰那样耐高温、耐寒冷。它既不耐高温，也不耐寒冷，所以最好还是种植在室内。对水分的要求也是见干见湿。它对肥料的要求也不高，每2个星期给它施1次水溶肥也就足够了。在种植上面需要注意的几点就是：第一，能用小盆就用小盆，小盆对它的浮盆或者是长根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。第二，就是在种植的时候不要把头部埋得太深，埋得太深会妨碍它的新芽的生长。长生兰的特点就是一边开花，一边落叶，一边长新苗。看一下这棵，这里长出了一个新苗。我的长生兰都是用陶粒、木炭、珍珠岩、树皮、鹿藻土、赤玉土配方种植的。之前给他们上盆的时候也发过一个视频跟大家分享过，有兴趣想看一下我是怎样给他们上盆的，植料的比例是多少，可以去看一下我上个月给他们上盆的那一个视频。我非常推荐新手尝试种植长生兰，就算它完全没有根，也很快就能浮盆、发芽、
开花，以后对种植其他的兰花就更有信心了。